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国风系列醒狮帽子围巾套装。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趋势社进入查看。这款套装分为帽子和围巾。先学习帽子，再制作围巾。帽子分为主体和装饰两大部分，先钩织主体，完成后制作并安装装饰。其中主体有多个尺码，制作方法相同，只是部分位置的针数和行数不同。装饰基本相同，只是水果装饰有所不同。先来制作主体，分为帽身、帽边和系带三个部分。从上往下先钩织帽身和帽边，接着钩织系带。先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 H 加数字表示行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帽身分为一区和二区。一区采用锁针环形起针，逆时针环状向外绕圈钩织。二区来回往返片钩。用到的新针法有 CH 锁针、F 长针、FV 长针加针、T 中长针、X 短针以及引拔针，请看我演示。首先锁针环形起针，这里是起5针锁针，左手挂好线，右手持针，先钩织5个锁针，然后找到第一个锁针位置，调锁针辫子上方一根线，钩一个引拔针，可以不拉紧，这样起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一圈 ，R1 是3CH11F，CH 以及 F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个锁针以及几个长针。开始先钩3个锁针起立，这3个锁针算作1针长针。往下调起针形成的这个锁针圈，在中心动眼钩织11个长针，边钩边注意藏起针的线头。完成后，在起立针的位置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钩引拔针连接，可以稍微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起针多出来的线头可以剪掉。
此时第一圈完成。我们将纹理清晰的正面，也就是正对着自己的这一面，作为整个织物的正面，另一面是反面。下面来钩第二圈 ，R2 是括号3CHF 括号11FV， 这里的括号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钩在同一位置，立3个锁针起立。算作一针长针，在上一圈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针，这样一个特殊的长针加针就完成了。接着调左侧针目钩一个长针加针，也就是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这样长针加针完成，后面就是在每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加针，一直钩完这一圈。最后与起立针引拔连接，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钩织，稍微拉紧，后面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这样第2圈完成。接着来钩第3圈，立3个锁针起立，算作一针长针，对应下方的起立针，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加针。接着表格中是括号 FV 括号乘11，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几次。先是一个长针，接着左侧针目钩一个长针加针，一组针法完成。我再演示一组，先是一个长针，接着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加针，第2组针法完成。后面就是按照第2组的演示，一直钩完这一圈。最后与起立针引拔连接，这样第3圈完成。后面圈数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大家将1区完成，1区完成后不断线，下面继续来钩2区。我这里用小样演示，样品圈数和针数不做参考。2区第1行是不加不减钩长针，大家先将这一行完成。完成后不与第1针引拔连接，这样第1行完成。下面来钩第2行，立2个锁针起立，算作一针中长针，翻面。这2个锁针对应的是上一行最后这个长针针目，左侧依次钩对应数量的中长针。注意，因为翻面了，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
我这里针数较少，不做参考，继续按照图解勾对应声法。最后一针是挑上一行起立针，第3个锁针钩织。完成后，不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2行完成。下面来钩第3行，立2个锁针起立。翻面，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最后一针是挑上一行起立针，第2个锁针钩织。这样第3行完成。继续来钩第4行，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这个锁针不算一针，翻面。从下方第一针开始，依次钩对应数量的短针。4个中长针。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一直钩完2区最后一行。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5到1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帽身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帽身完成后，下面学习帽边，请看演示。帽边是采用2种线材钩织的，将1根棉线和2根圈圈纱合并成1根线钩织。先打一个活结，取出帽身，将2区最后一行反面对着自己，从2区最后一行的最后一针接线，将线勾出，调整线圈大小，立3个锁针起立。然后在左侧针目上一针对应一针钩长针，大家将这一行钩完。这样帽边第1行就钩好了，后面几行都是起3个锁针起立，然后翻面钩长针，大家将最后几行钩完。
最后一个长针钩在起立针上，因为线材特殊，如果找不准，就任意调几根线钩织即可。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将圈圈纱预留5到10厘米线头剪断。棉线预留帽边3倍左右的线。用于缝合。先将圈圈纱藏好，然后将棉线穿入缝针，将帽边沿着帽边第一行针目往上对折，注意帽子正面朝外。将帽边最后一行针目与包身2区对应位置缝合。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注意缝合线迹尽量不要在反面露出来，以免影响美观。完成后打结藏线。这样帽边就讲完了。下面学习系带，先对照图解钩对应数量的锁针。完成后，取出一个毛球，将锁针
从毛球上的这个洞眼里穿过。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依次钩引拔针，注意引拔针不拉紧。完成后，结尾预留20厘米线头缝合。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缝在2区最后一行反面，距离边缘9厘米左右。具体位置也可根据自己需要进行调整。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另一侧也制作好，这样系带就讲完了，主体也就讲完了。主体完成后，下面来制作装饰，分为鼻子、眼睛、眼白、眼珠、眉毛、耳朵、龙角、花边和水果装饰。全部完成后再进行缝合。下面学习鼻子，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减针，请看演示。先单环起针，起针完成，下面来钩第1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在线圈里钩6个短针，完成后拉紧起针的线头，收紧织片中心，最后挑第1针的针目，钩引拔针连接。
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我们将第一圈正对着自己的这一面作为正面，另一面是反面。下面来钩第二圈，先钩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可以稍微拉紧。接着在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2个短针。这样短针加针完成，后面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二圈完成。后面几圈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一直钩完第5圈。注意，其中有几圈是不加不减钩织，也就是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总针数与上一圈相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接着剪一些废线头塞入。作为填充物。完成后，下面来钩第6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先钩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减针。先来看一下，针目是这样的2根线，靠近自己的一根是前半针，另一根是后半针。先穿入左侧短针的前半针，再穿入相邻短针的前半针。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再绕线，一次穿过，短针减针完成。右上方的辫子就是其针目。这种只挑前半针钩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用这种方法钩织，针与针之间的缝隙比较小，织物整体更精致。表格中的一组针法完成，再钩一组，先是一个短针，接着是一个短针减针，第2组针法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这一组的演示钩完这一圈。这样第6圈完成，第7圈都是钩短针减针。完成后，结尾预留20厘米线头。
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进行收口，将针依次从针目的前半针上穿过，完成后拉紧，这样就收好口了。鼻子就讲完了，先放一旁备用，线头暂时不剪断，后面可以缝在主体上。接着学习眼睛、眼白、眼珠和眉毛。眼睛、眼白和眼珠钩织方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接着取出眼珠和绣高光的线，将线穿入缝针，对折打结，在眼珠反面绣一个十字形，最后藏好线头，这样眼珠就完成了。大家将另一个也绣好。下面学习眉毛，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沿着锁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长针，请看演示。取出对应线材，是用2根圈圈纱和1根棉线合并成1根线使用。因为线材特殊，所以钩织时稍微慢一点。我这里用棉线做演示。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接着从倒数第5针开始，依次钩一个长长针，钩针绕线2圈，穿入，将线钩出，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3次。长长针完成，继续再钩一个长长针，2个长针，4个中长针，5个短针，1个锁针，最后钩一个引拔针，钩在最后一个短针的入针位置。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藏好线头，
这样一个眉毛就讲完了，大家再勾一个，这样眉毛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接着学习耳朵，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先来回往返钩织，最后围绕织片钩边。用到的新针法有 K 空针，请看演示。取出对应线材，先锁针起针。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调锁针上方一根线，依次钩短针，一直钩完这一行。这样第1行完成，下面来钩第2行，另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左侧空一针，从下一针开始，依次钩10个短针。接着空一针，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这样第2行完成。后面几行大家就按照图解一直钩完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完成后断线。下面来钩边，将第1行的正面对着自己，从第1行的第1针的入针位置接线。另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接着继续在侧边边缘钩短针，接着在最后一行上先钩一个短针，左侧针目再钩一个短针，2个锁针，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左侧针目上钩一个短针，旋转织片，在左侧侧边边缘钩短针，最后预留线头断线。缝合时将耳朵折一下，这样耳朵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先放一旁备用。接着学习龙角，分为龙角1和龙角2。龙角2在钩织途中需要连接龙角1，请看演示。大家先按照图解将龙角1钩完并断线，接着将龙角2前3圈钩完不断线。我这里已经钩好了，下面来钩第4圈，另一个锁针起立，先在龙角2上钩对应数量的短针，接着取出龙角1，从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开始钩对应数量的短针，
最后与龙角2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4圈完成。下面来钩第5圈，是不加不减钩1圈短针。第5圈完成，将龙角1预留的线穿入缝针，将龙角1和龙角2连接位置的洞眼处缝合几针。接着继续按照图解将剩下圈数钩完，注意边钩边塞入一点废线头作为填充物。这样一只龙角就讲完了，大家再钩一个，放一旁备用。下面学习花边，采用锁针圈起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请看演示。取出对应线材，先锁针起针，完成后与第一个锁针挑一根线引拔连接，注意锁针不要拧起来。这样起针完成，接着钩第1行立一个锁针起立，挑锁针上方一根线，依次钩短针，一直钩完最后一个锁针。最后引拔连接，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第2圈，立2个锁针起立，空掉一针，挑左侧短针针目的前半针钩一个长针，也就是靠近自己的一根线。左侧针目上挑前半针也钩一个长针。这一圈都是挑前半针钩织，继续钩2个锁针，左侧钩一个引拔针，2个锁针过渡，左侧依次钩2个长针，2个锁针。我们将第1个引拔针到现在的针法看作一组，大家按照前面的演示对照图解，将这一圈完成。
最后的引拔针勾在控针位置。这样第2圈完成，结尾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并藏好。下面来钩第3行，取出新线，找到第2圈最后这个引拔针，从它后方剩余的半针上接线。这一行都是挑第1行的后半针钩织。第2圈的针法压在前方，3个锁针起立，左侧依次钩2个长长针，3个锁针，1个引拔针，3个锁针，继续依次钩2个长长针，3个锁针，1个引拔针。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将这一圈钩完。结尾预留40厘米的线头断线。分出1股，穿入缝针。缝针要能穿入小珍珠。将线过渡到边缘2个长长针之间，缝1颗珍珠。缝合时，并将第1层的花边也带一下线。继续过渡线。在2个长长针之间缝珍珠。
继续过渡线，按照这样的演示，将剩余珍珠缝完。如果线不够，就另取线缝合。最后断线藏线，这样花边就讲完了。接着学习水果装饰，两款的水果装饰除了主体相同，其余都不同。大家按照自己想勾的水果装饰勾织即可。主体的勾织方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直接勾织即可。收口方法就按照鼻子的收口方法收口。我这里已经勾好了。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从最后一圈中心位置穿到第一圈的中心位置，稍微拉紧一点，使上下有一点凹陷。再挑第一圈的任意一根线，并从中心穿过。形成水果的样子，最后固定线头。大家也可以多穿几次。这样，水果主体就讲完了。下面我先讲柿子的叶子和果蒂。柿子的叶子，大家先按照图解勾完第二圈。我这里已经勾好了，下面来勾果蒂，直接先勾4个锁针。完成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依次勾3个引拔针。结尾直接预留15厘米线头缝合。穿入缝针，从第1针中心穿过，取出柿子主体，缝在主体前5圈上。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这样叶子就讲完了。下面我来讲苹果的叶子和果蒂。苹果的叶子首先锁针起针，接着勾第1圈立一个锁针起立，
在倒数第2针上钩2个短针。完成后，左侧依次钩2个中长针。完成后，在最后一个锁针上钩3个短针。旋转织片，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2个中长针，注意不要穿入这3个短针的同一位置。最后钩一个短针，与第1针引拔连接，结尾预留线头断线。这样叶子就浆完了。果蒂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将它们缝在主体第1圈上，这样苹果的叶子和果蒂就浆完了。接着进行安装，将帽子沿着第1圈捏扁，开叉位置在后方。从前面看，系带左右位置是对称的。完成后，将装饰放在帽子上，看一下效果。合适后粘贴并缝合。先将眼睛确定位置，2眼之间缝合1个鼻子，粘贴2个毛绒球，鼻子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位置不做参考。取出眼珠，放在眼白上粘好。反面朝上，接着放在眼睛上粘好。最后粘贴或者缝在毛绒球旁边。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接着取出眉毛，粘在眼睛上方，反面朝外，较宽的这一侧朝外，较窄的这一侧朝里。末端可以不粘。注意沿着眼睛弧度粘。
完成后，也可以用线固定几针。接着将花边缝在两眼之间的上方位置。第二行的正面朝上。缝好后，将水果装饰缝在第一圈的中间位置，只需要将前几圈固定牢固即可。接着将龙角缝在花边两侧。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注意，较高的这里向里放置。接着取出耳朵，缝在龙角两侧。注意，钩边的正面对着自己。大概占据1行半的位置。靠近龙角的这一侧需要弯折一下。大家将线头藏好。最后剪一根茂生的同色线，一侧缝合一颗铃铛和2个流苏。大家将线头藏好，流苏缝合方法相同，这样装饰就讲完了。